大家好，杨师傅。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旗山农工的校长潘志强潘校长。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午安。那我今天就想来访问校长一个问题，就说你当初啊，为什么想要去当个老师？就说你对于教育有什么样的期望，想要去当个老师？那后面呢，为什么又想成为一个校长？人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会投入教育界也是就一个缘分啊。那当时我们在选填大学志愿的时候，那都是一个落点嘛，那刚好落点就落在这个师范大学，那我觉得这也是很不错一个机缘就故事就从此开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说这个宏大的志愿或想法，就跟着缘分跟感觉来走，一路就走到了今天。那你说会怎么会有想当校长？那同样状况就是在某些机缘之下，也是周边有一些朋友啦，师长的一个期盼啊，或者是觉得可以尝试看看啊，那就姑且无妨试试。那也没想到可能也是就是机缘啊，就有机会担任校长这个工作。来旗农你也快4年，对不对？那你当初来这间学校，你对于这间历史悠久、将近100年的一间历史悠久的学校，你对这间学校有什么愿景？以及你已经快要离开这间学校，你觉得你得给这间学校带来什么样最大的改变？改善了它怎么样的缺点？我们到一个学校，其实校长的一任是4年了，那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其实说短也不短了，那说长要做很大的改变也不太容易，那所以在4年前时空环境背景之下，有机会来到旗农做这个服务我们同学啦老师，那因为我们在到一个学校之前，学校都会提出一些问题嘛，那其实每个学校我们说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那旗农本身也有它学校一贯想要发展的脉络，好像我们学校作为一所技职学校，我们就是希望是技职教育的推手嘛，那教育我们也希望说每个孩子都有才，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精彩，那重要就是要适性扬才，这是基本的。那但是其实学校当时也有提供一些可能比较需要短时间来解决跟面临的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希望说，怎么克服少子化造成的困境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技职校院的同学，尤其我们旗农的同学都很活泼，很有活力，但是过于不及，有时候太活泼太有活力了，那怎么样在生活常规，这个品德的涵养上面能够去做一些平衡，这个是当时师长们的期待所以我在4年前来到学校，我在想说有一个目标，大家一起来努力，那这个就是你们在群英堂会看到的16个字，你有印象吗？专技在手，精彩有我。影片就有点非常好，你已经答对一半了专技在手，因为我们技职校院的同学，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证照啦还有对这个专长训练的一个追寻嘛，那只要你能够在这个领域上持续精进，那你人生就有精彩嘛，所以专技在手，精彩有我。那另外一个就是库克奇农，与众不同。对，我想起来。那因为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有一个很特殊的技能，不管是在农业类或工业类，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在很多教育政策的推动上，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努力。证照就是以这个技术技艺竞赛证照的一个训练跟养成。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在学生的一个品德常规习惯的养成上，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比如说学校的一些仪式感啊，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些这个学校面临的一个状况的一个问题啊，怎么一起凝聚共识来克服来突破啊。那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在校是除了塑造本校专属特有奇农特色，就让外界看这个奇农的孩子与众不同，你觉得你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不是我去创造，而是说我们把我们奇农很多在课程啊，或者是学生的学习表现的部分，尽可能去做一些展现嘛。所以像我们同学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作品啊，以最近来说啦，就是像农经科不是有飞天作品的课程然后从插秧一直到最后这个秧苗收成，然后包装那我们食品科的同学还有畜保科的同学，在这一段时间也有参与各式的专题竞赛啊，或是技艺竞赛那也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展现当然了，无可讳言也有同学比如说无照骑车被警察看见还好，就是说至少有个机会提醒他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所以我们奇农的孩子在各个领域都要注意到都是很有机会被各界给看见的。但我们希望尽量展现好的一面但通常都是好的一面，通常都是比较，你知道吗？你说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反正每间学校说每个机构都一样对不对？对所以尽量我们就是来做亮点的展示跟行销。像那个今天杨师傅也是透过这机会透过这个访谈，让大家有机会从校长的角度来了解这个我们奇农在过去一段时间还有未来可能的发展就说对说奇农间很棒的学校，记得来再来就是说考取证照嘛，技职学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那在您的推动下，学校透过哪一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帮助学生在克服这个练习的挫折，顺利拿下一个象征这个专业那种入门票就进去你觉得你怎么推动下去鼓励这些孩子？像我最近考那个工业电子，有计算过程，我看了同学，因为我数学不好，但是因为科主任的鼓励之下，让我顺利考到了有没有数科学科没过那你觉得在你的这个推动下，就如何去鼓励孩子说，我遇到这个挫折，我怎么样去改善，去提醒自己？我在想要鼓励同学去克服这些证照考试或是检定的挑战，最重要就是支持老师因为校长没有授课，那校长也不可能会所有的技能嘛，因为其实各科的领域都有他的专业，所以在平常有一些机会里面，我就会跟各科来做一些了解，有没有需要投入的这个经费或者是设备资源。那如果说同学有需要，那当然我们的师长绝对会克服万难不管是在课程的设计上，或者是另外透过辅导课的这个设备的练习或操作来协助大家。那现在有时候比较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同学有时候对于这个证照的取得
比较不感兴趣啊，会比较说啊，我就滑手机啊，那过一天算一天啊，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啊，也就是希望同学在人生精华的这个高中职阶段时期，如果他能够设定一个目标跟方向，他也有意愿往这个方向来前进，我们一定会穷究各种能力他的需要，来给他做一个促成跟协助啊。好，谢谢校长的回答。那再来就是说，专业技能和教育，它有一个平衡，它也在强调说在强调专业技能的同时，其三农工如何去兼顾学生的这种品格，还有他的人文的素养，你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这两个其实是绝对是有很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因为像我们农业类跟工业类科，尤其是像工业类科，有很多机具的操作啊，所以我们在进入这个实习实验场域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一些这个安全规范守则嘛。那在一个我们说职人精神的培育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纪律，对，还有自律，对，这个都跟我们一个人的品格的一个涵养很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对这一个技能尊重，对这一份职业的一个看重，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细节里面不管对我们服装我们你看我们食品科，食品科他们在进入这一些餐饮教室的时候，他们一定都要着实习实验，甚至厨师的服装嘛。对，那我们电机科在操作一些机具的时候，有时候也都要，比如说可能要穿戴护目镜啊，或者是有一些安全的设备。那这个就是我们强调标准作业流程。那我们必须要去遵守这一些职业安全的规范。那这一些规范的一个遵守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涵养我们的一些品格啦，还有一些良好的习惯。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很紧密的关联在一起。你觉得就因为一间学校，你觉得你可以建立怎么样一个行政的沟通文化？因为老师一定可能有50岁的，可能有30岁的，可能有20岁刚出来当老师的。你觉得面对不同时代的老师，你如何带领这个教学团队，奇农的教学团队，凝聚我们的那个共识，以及和学生的相处，懂吗？就是说，不同老师跟学生的相处模式，不见得都会一样，大同小异都不见得都会一样。你觉得怎么去凝聚这个共识？学校就是我们第二个家嘛，而且我们每天睁开眼睛跟第二个家相处的时间，比第一个家还来得长所以在某方面，学校的所有的不管是同学或是老师，我们也像家人的一样嘛，那但是真正的家人也不经常意见都一样，也就是家人不可能都不争吵但是很奥妙的是，我们有时候即使彼此之间会有喜怒哀乐的故事，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是家人，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们都是奇农人，然后我们都希望这个学校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好，所以就是在这个信念之下，那我们在评场的过程之中，那每一个同学有不同的特质跟才华，那每一个老师也有他的专长，他的教学的风格跟想法。是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说，让每一个人的特质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在不管他想要达成的教学目标和价值上，或者是同学对自己未来发展的设定上，那让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成长
都能够顺利去发展的话，那我们学校就会呈现多元丰富的精彩。那共识，基本上就是，我们求同但是尊异。所谓同的部分，就是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生，我们对于学生有一个奇浓的想象跟设定，就是说，正常来说，我平常应该穿学校的服装，对，然后进入实习实验场域要遵守规则。那上课的时候，对于手机的使用，或者是对校园环境的维护和打扫，我们应该有一基本的共识。对，遵守这一个规则，基本的，因为这些规范说真的也不是校长定的嘛，我们是依照教育部所定的基本法规，然后透过学校的一些会议机制，那大家针对我们学校所定的一些规范嘛，所以我们有生活荣誉竞赛，有整洁荣誉竞赛，这些也都是我们探讨的。我们的服役法规也是大家透过服役委员会大家探讨的嘛。那既然大家探讨了这是我们的共识，我们当然是透过一些方法，尽可能希望说同学都能够大家一起尽量来做一个努力跟配合。所以对于共识的建立，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持续的沟通彼此互相了解想法，再怎么样的意见歧义，最后我们都希望其农好嘛。对那我观察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教育的一个挑战。为什么挑战呢？就是假设你是老师我是学生，我是孩子，那两边呢都会有一些摩擦，像可能霸凌案或者说像这种新闻嘛，我是四维国小有个老师，对据说啦，因为调查那个新闻还没出来，但是据说是霸。你觉得如何去化解师生之间这一种摩擦，那种紧张的关系，如何去化解，让可能就是也不是说我们不说那个一定是老师的地位大于学生，不是说学生地位大于老师，那你觉得如何去取得一种平衡，两个地位是一样？那我想时空环境都在改变但是世代之间总是，或许我们就说隔阂或冲突吧，这是免不了的。那在目前来说，我在想学校里面也没有说所谓什么地位高或地位低因为学校是扁平化组织嘛，所以我一开始要我们是家人。那在目前的一个校园氛围里面，我们当然是希望营造一个安全、温馨特别是友善的学习环境。那但是因为不管是老师或同学，都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背景，那所以您刚刚提到的那一种在某一些事情上，对于他的看法或做法。有不一样想法，这很正常。对。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准则，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看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必须要有一些做决定的时候，或是有一些共识的时候，就是还是要沟通那我们在沟通的过程里面，当然沟通不是说就沟通两个字那么简单嘛那比如说我们在对话过程中，我们讲话的那个语调啦，或者是他的用字遣词对，还有环境，都会影响我们沟通的成效所以有些师长，因为师长总是有不同风格嘛，对，那有些因为他成长经历的关系，那他们会呈现一种以前我们讲的就是。爱之深，后面3个字是什么？
爱之深，后面要上的是什么之切？责之切。换句白话就是讲，我甲你骂是因为我爱你，你知影无？啊，其实同学都唔知影。啊，你爱我，你为什么要骂我？啊，我唔是咧骂你，我是讲话较严重尔。对，就是。啊，不过我感觉就是你在骂我，那这样子好像就又造成了师生之间的隔阂。这个跟亲子关系很像，不是吗？对啊，就骂你是为了你好啊，对不对？给你一些正确的观念。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要打个问号啦。就是说，我骂你是为你好，可是你骂我就不觉得你对我好啊。你可以用其他形式表达。所以我在讲，沟通是一门艺术啊，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都是要去做训练，去做一个成长的。所以很多人说，就以父母亲来说，我是做了父母亲才学着做父母亲。那我们10年修得同船渡，那数十年才成就师生缘啊。对。那100年共枕眠嘛。夫妻就是100年共枕眠。对。那个同船渡跟共枕眠之间，师生的缘分也要数十年才能够修得到啊。那所以我们既然来到一个学校，共同的成长，有的时候这个沟通真的是需要去做练习的啦。那当然我们会从一些社会的报道里面，像刚刚杨师傅有提到，也令人很遗憾的四维国小的事件啊。那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从媒体里面得到一些片段的原因，那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当然我们是很悲伤，而且就觉得很遗憾。对。但是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在这个案子里面，当然相关的单位能够去做一些比较彻底的了解，对，然后让社会大众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避免去重蹈这一个过程，让我们在制度面、法规面能够跟确保我们学校在运作的过程中，老师跟学生在现阶段的一个角色怎么去做一个拿捏。那社会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前进。对。那我最近也看了铁拳教育嘛，对不对？对。因为听说看媒体报道，立法委员在质询我们教育部官员的时候，说只有署长，国教署长和有一个官员有看过，其他可能因为工作很忙，还没有时间看。对。那这个因为是一个社会的目前的话题嘛，但是可以想见因为毕竟这个是戏剧。对，是戏剧。对，那戏剧绝对不完全真实，但是它绝对反映了该时空环境的社会的一些面向。对。那我在想，韩国教育界面临的考验跟挑战，看起来比我们台湾更为严峻啊。对。那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的问题，但是他山之石，我在想，我们怎么大家现在都知道问题所在，但是怎么去做一个应啊我在想这个可能还得要多方来探讨啊，因为有一些你像可能杨师傅也知道，最近我们教育界在讨论所谓的校事会议的这个制度嘛。对。那他从推出以来，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那大家也慢慢发现到，确实它有一些问题点存在。对。所以既然大家知道了、意识到了，那就会去修正。好，我想就是这个一定是持续去让它精进，变得更好。那前提当然都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同学，那也要支持我们的老师啊。沟通是一门学问嘛，绝对是非常大的学问，非常大的学问，就是说如何让两边处的一个融洽的一个环境，
彼此都知道是关心对方的，但是讲出来的话语为什么总是带着杀气呢？对，这就是我们台湾的社会需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时代在改变嘛。我们也一定得要改变。对，就像最近也不是最近啊，这个教育部这几年都推动一个我教官退出校火。像旗农已经没有教官了。我知道好像中山工商还有。那教官，我姑且也把它叫做时代的眼泪啦。但是迟早它还是或许有它转型的必要啦，因为毕竟我们的教育是放眼世界各国，大家彼此去做一个观摩了解嘛。那在民主的国家里面设置军训教官由军人来转任，这个我相信应该不常见了，应该几乎没有了。对，几乎没有。那因为时代在改变所以再加上说我们部队人力也非常有限嘛，越来越少，所以可能在部队或者是军事官的养成上，他必须要走向更专业更符合守卫家园、保家卫国，或者是这些武器操作的需要。那至于说在教育这一块，可能要有比较专业的领域再来处理。那所以以前会有军官转型变成这个教官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慢慢可能就变少。虽然说教官慢慢的从我们教育历史的舞台上离场了，但是同时也又带进一批新的人力，就是学务创新能力嘛。对，再怎么样依照教育部所定的法规，然后来协助学校来运行这个学生的一个教育跟辅导。我想这个各校也都在努力啊。校长说的非常好。那像你刚才说的，时代不一样，那时代呢慢慢的在进步。那最近有这个，也不是最近，这几年来有一个叫 AI 嘛，这 AI 的这个产业的转型，就是说科技和这个智慧农业与自动化工业的这个快速的发展，认为目前这个农工的技职教育最需要改变的部分在哪里？就是说，因为旗农是个100年老校，以前的教学方式以前的那种器具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以及学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你认为我们该改变的部分在哪里？以及我们旗农的学子这个学子最应该具备的这个竞争力又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像黄仁勋说的我们台湾的英文字里面就有 AI 2个字。对，台湾怎么拼？T 嘛，T A I W A N。有刚有听到 AI 2个字吧？对。那我们农工学校，农就是 agriculture。工呢 ？Industry。INDUSTRIAL。所以农工简称就是 A 跟 I 嘛。对。那我们旗山农工的简称就是 C 就是旗山嘛。农 A， 工 I， 那高中就是 Senior High School S， 对 CAIS。所以不是我们学校，其实农工它在这个缩写里面，你看就有这个 AI。那它的启示当然，因为一般农工学校的成立政府所要投注的教育成本会很高，所以私立学校很少有农业类，有没有？有没有哪一所你知道的私立学校是农业类？
南部就刚农、青农，那都公内里，埔农工，全部都公里。确实没有实力。为什么？因为农校通常要的那个校地都比较大。那工的部分你也知道，像你是电机科，你有参观过，你知道我们电机科就是一个馆，对不对？对对对，有很多大学一个系都还没一个馆，我们是一个馆。那有各种不同的教室，教室里面都是什么？高一就是适配，都是设备。对设备嘛。设备买这些要钱，所以很多私立学校，私立的，通常很多都是商工，商工。那纯私立学校的工科很少，因为要成立工科要花不少钱。对，所以其实因为农工是实业我们说实实在在有生产力的产业。对，所以这个因为国家产业发展需要这些人才啊，因此在农工教育上，对于这个教育资源的投入，这政府必须要花更多的这个成本投入下去啊。那我们的课程设计不是说我们想教什么就教什么。对你像汽车科，很多同学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说现在电动车崛起了。现在我多拜就这马龙电动机车。但是你看我们汽车科有在修电动车或是电动机车吗？我之前有去汽车科参观过有啦，电动车啊，但应该就只有参观有电动车而已我猜应该平常也不会选我们学校应该目前还没有电动车啊。因为燃油车跟电动车你也知道落差不小。燃油车它是 engine，电动车是马达，电池，所以结构很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汽车科的课程纲要课纲教育部定的还没有改你不是说把它改掉不就可以了吗？改掉是一回事你改了以后要把现有的设备做换新，那又是一门大工程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机械设备动辄都好几百万对。所以学校机构要跟得上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变化一般都跟不太上，因为产业会走得比较快。对。那学术界或许跟得上，学术界也走得快，可是教育界会稍微慢一点。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说 AI 带来产业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所以目前我们职校能做的当然是强化跟产业界的连结。所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很多尤其到了其实每个年级都有就是带你们到这个企业去参观。对，那在参观企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每个产业它现在最新的他们究竟在做什么？那不管是黄仁勋或苏志峰都觉得说 AI 只是刚开始而已。对只是一个开胃菜而已我们也已经即使刚开始已经感受到这个 AI 带来的很大的冲击不过黄仁勋也特别为我们技职教育讲的话，对不对？就是说在未来不可替代的人才里面，水电工这个短时间 AI 可能做不到。对 AI 应该没办法去换水管对不对？或者是换电灯之类的。目前机器人是 AI 的边缘运算嘛。你现在叫机器人，你要叫它去诊断家里面水电的问题，甚至把它修复，可能我在想，因为我们很难预知未来一定做得到，只是说我可能要等个几年等个好几年。所以短时间之内
AI 目前带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些的 CSP 的那个厂商啊，就是云端的设备云端服务的供应商啊，像是 Meta 啦、Google 啦，哦，他们有很多这种程式啊、软体的工程师，慢慢就不用聘那么多了，所以已经有这个工作被冲击到了。那我们在职校里面，因为我们做的是实业啊，所以我们也发现到说，你看我们农业啊，跟工业一样，我们已经开始在思考所谓智慧制造的问题嘛。比如说农业用无人机，那我们现在目前农科的课程虽然没有无人机，但是师长们也透过一些专案计划，对，设计一些课程，引入一些资源。那因为老实说啦，我们现在学校的老师，农业类的，应该还没有人在大学研习的过程中有修到无人机的学分啊，所以我们都是毕业之后跟着大家一起学习，跟学生一起学习嘛。对，那这个必然变成未来的趋势啊。所以从这个 AI 那它未来再结合这个无人机，当然会使得无人机越来越聪明因为它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那从这个施作啦，或是到整个农作物的收割啦、分类啦、包装，我在想，这个部分我们一定得要去了解产业的变化啦。那怎么让我们在少子化的未来，那产业依旧有它的动能，也就是说，虽然人变少了，但是人均的生产效能却变高了。这应该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对，校长说没有错，就是说产业在变化，如何去，也不要说快速，就是说起码有一定的速度去跟上这一个变化。就学校来说啦，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引领，但是我们得要跟上这样的一个潮流。对于在第一线辛苦指导孩子们或学生们参赛、考证照，甚至牺牲所谓的假日陪伴学生们的启动老师，你有什么讲亲口表达的感谢与勉励你也知道，所有的感谢说再多也不够，所以还是要说，真的，老师真的是学校最重要的资产，并不是你看在电机科馆看到那些设备，对，而是在办公室里面那一些人，对，那是学校最重要的资产但是这个资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靠热情驱动的。那热情越多，他能够去感染的孩子越多嘛。但是热情会消减。比如说，如果老师教到杨师傅，那杨师傅是很认真的，杨师傅是很受教的。老师点一下杨师傅举一反三，当然老师觉得有成就感。那师生的反馈里面，会让老师的热情更加滋长。越希望说能够让这个杨师傅的潜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反过来说啦，有一些短时间可能兴趣跟心思还不在这个学习上面的同学，那老师怎么调试自己？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至少不要变坏的范围里面，那能够平平安安把至少你毕业证书要拿到，还有基本的学习的收获嘛。对，那这个我在想，我们师长必须要去调试的。那调试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不是说靠校长跟你讲你要调试，而是他要去真正切切的去接触到他。比如电机科，你们班上同学也很多种样态嘛。对，面向不同啊，就是学生百态。那他要去接触之后，他就会有，就五味杂陈的感觉。这个孺子可教啊，这个顽石不点头啊。
啊，他就会有这样的五味杂陈的感觉之后，我们也是鼓励他啊，那你要分享，什么是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什么是让你觉得很心寒泄气的，那我们彼此所以现在老师不是单打独斗，单打独斗走不远，对，要走的远，不要一群人。所以杨师傅应该有听到现在所谓的教师专业社群，有我看到，就跟医生一样嘛，医生除了看门诊、巡病房之外，平常还要做会议研讨。那会议研讨是什么？就是你在诊疗一个病患的过程中，你做了什么处置，那病人有什么回馈？有时候是正向，有时候是负向的。那你在我们常说的研讨会 seminar 里面，你提出来，那很多的这些同业就其实，我有遇过其实你还可以做什么？这个可能很难处理，其实你是处理的很好的，你很厉害。就是从这些专业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老师自己知道说，原来我哪个地方可能是 OK 的，跟哪个地方人家有说，可以这样做，一起专业成长精进，支持，相辅相成，这样才能够，就刚杨师傅有提到的怎么去支持老师才能够走得远。我现在记得很多国中老师好像，国中老师有那种自然老师。或者说这个，甚至高中有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老师，好像都对于教育的环境有一点不是那么能去适应，就可能离开了，可能转头去做英伟达、台积电这些公司啊。老师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涯发展阶段，他们都会在思考嘛，到底去或留。那我相信一定会有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在教育岗位上饱受挫折的老师，那他选择离开，急流勇退。那相反的，你也一定知道，有一些老师，他即使面对很多这样的类似的状况，他选择留下来，而且想方设法怎么去克服现在的困境。这是我们教育界呈现多元的样态啊。当然，我觉得，校长是没有悲观的权利，所以我们当然是以乐观的角度来看，媒体报道的总是有一些，当然我们会觉得，很遗憾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也如果您看，我们教育部在推的教育芬芳路啦，杏坛芬芳路啦，或者师铎奖，你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的故事嘛。对所以就看你的信念是什么。不管每一个老师，不管他选择留在岗位继续打拼，或者是就急流勇退转换跑道，我想他都有他的背后的想法，都应该得到我们的祝福跟支持。对，现在是毕业季嘛，6月，像可能很多国小可能今天才毕业典礼。那你对于这些毕业生，就是他们即将步入职场，或者说要升学，以及还要在校园里面学习的这些学子你觉得你最想送他们的座右铭是什么？没有，你都没有因为你还没毕业，所以不过你也经历过国小跟国中毕业典礼的啦，所以我们台湾的毕业典礼大概都是这样就是说总是免俗的会有一些校长啊、师长啊，或者是长官来宾的祝福嘛。对，有些我一讲好久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没有，我你有讲到，那时候我认真听你讲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对于这些毕业生的祝福但是当然祝福不嫌多啦。对
这个因为祝福这种事情，它是一种，有一种魔力，我们大家一起集气，就像我们为那个听台湾集气一样，就真的会最后会展现逆转胜这种可能性，所以集气还是要。那但是现实面就是，我们经常都是希望说大家一路顺风啊，一帆风顺啊，鹏程万里啊，但现实上，大部分人生不如意之事，人生如意之事只有10之1、2就是其实有很多考验的。对，人生总是不是这条路，总绝对不是平静的。你也知道啊，这个人生之路从来不是大道康庄，那绝对是曲折蜿蜒。既然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祝我们同学一定要有勇气跟信心那因为我不知道挑战会是用什么形式而来，但是我们只知道说，我们就尽力去面临当下的考验跟挑战。因为有俗话不是说什么，但讲的比较极端啦，所谓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更坚强嘛。对。但是实际上以我们自己走过来，似乎好像也是如此呢。对。所以我们的同学其实都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都有能力去面对这些挑战。天下，真的能够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真的很少啊。做事情终究可以解决的啦。只要留着生命在。但是基本上要收获，努力不见得会收获或成功但是不努力，通常成果不会天上掉下来，没有白吃的午餐。对，几率很低吧？几率很低，因为我们杨师傅跟校长，我们都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对。所以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在民主时代至少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努力的点你有看过《寄生上流》？就是有一些国家它的阶级已经设定好，有没有？像那印度的种姓制度。对啊，你有时候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就被那个制度给框住了。那我们台湾基本上很多外国人都说，台湾基本上饿不死人对，饿不死。不然就来摆个小摊贩就你再穷，政府都会帮助你，很多其他那种有慈济只要你愿意伸出手也不要说就真的想要不劳而获，在短时间其实一定会有资源协助你度过这个难关对。这是我们台湾真的是受到祝福的地方。对。那你即将要离开这里，对不对？就是说你快要调走那对你应该没有退休。看起来还没有送出退休，看起来还很年轻就是说你即将要调走，那你觉得你对于未来的校长，就即将接任的校长，对他有什么样的期许？对，能接手让旗山农工继续发扬光大。你跟我都是奇农的过客了，对，时间久长而已嘛。对，因为你比较有能力，所以你待3年就毕业了。那以校长来说，校长任期一任是4年，那4年当然我们是可以选择连任，那也可以选择调校，就是转任。那我们在转任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连任我们就可以最多再做1任嘛，跟总统一样。但是我们一般会在第6年，在一个学校第6年
第7年、第8年的时候，如果其他学校有机会，像因为奇农离我来说还是稍微远一点，因为我家住凤山，当然有机会，我当然也想说，那能够近一点啊，因为这人之常情啊，年轻的时候喜欢离家远越好，等到一定的年纪想不要离太远，另外就因为我是屏东人，我也屏东人所以就是想说有机会的话回到故乡来服务乡亲也不错，就是因为这个机缘之下不过不管怎样，我们都是过客了。那一个团体或是一个单位、一个组织，它要永续发展必然是一棒接一棒的嘛。那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们国家不用最好，我们学校也不用是最好，但是如果能够因我们的存在跟努力而使它变得更好，那不是很美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学校或一个国家的好，不是因为它好我们才跟着好，对，而是或许因为我们的努力，它因为我们的努力有变得更好，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很美妙的事啊。那所以我绝对相信因为在目前的一个校长的遴选制度上每一个接任的这个校长，他绝对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经过多种考评这样遴选而出的，所以他一定都是在当下的时空里面，我们说是一时之选所以学校当然接下来会遇到的挑战绝对不会少，对那透过一个民主机制遴选出来的一个学校或教育的领航者，那透过学校的沟通对话，在他这个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任期里面，我相信一定会走在更好的方向上。好，那今天谢谢校长，今天谢谢校长来接受我的访问。拍谁要闲聊，就是讲错话的地方要多包涵。好对。谢谢大家如果想高中那个方向有对农业和工业产业有兴趣的孩子，欢迎来旗山农工，欢迎，真的。对，库克奇农与众不同。专辑在走，精彩有我。好，谢谢大家，谢谢。你是第一次接受访问吗？访问对，就这种专访。电台的算不算？我这有看过。电台的好几次你说没有露脸 ？YouTube 的没有啊。第一个。对呀，因为而且又是我们同学 YouTube， 这更珍贵啊，不简单呢。因为你看，你录完之后，你还在做后制，这个都是工呢。对，这都是工。这里面没有那么简单啊。